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被人从高楼上推下去了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40年前旧厂劫案的凶手是谭健。这案子的追诉期早就过了，你休想重启调查。所以，我这是穿越回7岁那年了。7岁这年，旧厂劫凶案追诉期截止，而死者是我的姐姐香奈儿。姐姐去世后，父母领养了尚在襁褓中的我。本以为破碎的家庭迎来了新的希望，可是随着追诉期结束，凶案变成了悬案，爸妈的心情雪上加霜。还剩2天，既然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破案。20年前的旧厂街娜娜案，追诉期仅剩最后2天，或将成永久悬案。这是娜娜的裙子，如果娜娜还在，她应该穿不上。都怪我。爸爸是一名老刑警，因为亲人回避的原则，一生都没有机会参与旧厂街的一线调查。丧女悬案成了他一生的阴霾。姐姐的案子能破。妈妈，调查还没结束，现在不是把姐姐遗物收起来的时候。壮壮，可是我们不能放弃。快一起跑！这是读取生前画面的能力。姐姐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为你沉冤昭雪。我今天晚上加班，你先睡吧，不用等我了。张叔，壮壮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跟你爸下班啊？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怎么了？我知道旧厂劫案的凶手。壮壮，这事儿不可以拿来开玩笑。这个案子，除了你爸妈，我是最想破案的。我也不想师傅一辈子都困在这个案子里。行了，我还要去忙，你赶快回家吧。被害人肖娜娜死前，口袋里有半块草莓味奶糖，尸体被藏在旧厂街废弃工厂的杂草丛里，周边还有许多陈年的玻璃碎片。最重要的是，他颈部的勒痕左边深右边浅，凶手可以判定是左撇子。当晚监控被破坏，又因凌晨下大暴雨，很多痕迹都被冲刷掉了。这些都是未公开的线索，连案卷里只记录了关键框架，环境细节只有当年参与第一现场勘查的才知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些都是未公开的线索，连你爸妈都不知道。张叔叔是爸爸的徒弟，也是旧厂劫案的现任负责人。张队一生破案无数，唯有这个案子是他的心结，他破案的心比任何人都迫切，所以向他袒露真相，是我现在唯一参加追凶的办法。我说了，你可能不信。你说，我听着。这是我姐姐生前戴的发卡，我碰到发卡的时候，闪现了姐姐遇害时的模糊画面。壮壮，天不早了，赶紧回家啊！张叔叔，我不是来捣乱的，追诉期就要过了，我是真的想帮忙。既然你说你有超能力，那你来聊聊这个案子。这个案件没有上过新闻，除了经办人，没有人知道。如果他真的能说出来，那他帮忙破案的希望很大。死者是餐厅厨师，凶器应该是厨房用的剔骨刀，因为伤口边缘有锯齿状划痕，这是剔骨刀独有的致伤痕迹。死者左手有3道防御伤，深浅不一，说明凶手行凶时力度越来越大，是正面袭击。
怎么可能？张队，我合格了吗？竟然与卷宗描述完全一致，防御上深浅不一这个点，甚至和法医刚刚出炉的报告一模一样。这个小子真的有超能力。张队，追付期还剩2天，或许可以冒险试一次。看来这么多年没少跟你爹学东西啊。不过你这个能力很特殊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另外，我的职责所在，这些重要线索我不可以透露给你，你完全得靠自己。放心，张队，我不会给你拖后腿。好，那你说说，碰到娜娜发卡的时候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一个男子身形的蒙面人，衣服普通，穿着陈旧的深色衣服，但是戴着铂金手表，价格昂贵，身高目测173公分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是男性？是的。但是根据现场的遗留物来看，我们一直把目光锁定在女性嫌疑人身上。什么？在给你家人的案件告知书里，一开始我们把目光确实锁定在了2个男性嫌疑人身上，一个是旧厂街拆迁工程助理王某，另一个是旧厂街投资方吴世仁。他们2个都是左撇子，但是在审问过程中，我们在死者身上找到了一根不属于他的长发，在死者的甲缝中和伤口处，我们也找到了陌生女性的皮肤组织和血液。但是 DNA 对比库建立没多久，并未找到该女性 DNA 的所有者，对吗？没错。叔叔，如果我看到的画面没错，当时的现场一定被伪造了。但手戴名牌手表，衣着却很普通，手表大概率是偷来的，所以你看到的并不能列为凶手。我可以看看2位嫌疑人的照片吗？小李，现在立马对王猛和吴世仁重新展开调查。像，实在是太像了。你刚才说画面里模糊的身影跟这2个人很像，脑海闪过的画面太暗，但这2个人的耳纹特征和画面里的男子有90%的相似度。耳纹？是的，耳纹在各种犯罪记录中，犯罪分子通常只会注意面部的伪装，而忽视耳部的遮挡。但耳纹和人的指纹差不多，即使是双胞胎也会有差别，所以耳纹鉴定是定位追踪中最重要的一步。不过确实很凑巧，这2人除了耳部特征相似，额前坡度竟然也挺像的，很少见这种情况。吴世仁是鹏海集团董事长的小儿子，主导了旧厂街拆迁重建工作，所以他会经常去。王猛是吴世仁安排的驻地工程助理，事发当晚，王猛和室友打牌喝酒去了，喝多了被舍友背回了宿舍。我们在案发现场没有找到足够多的生物痕迹，证明2人有行凶的可能，况且他们也提供了足够多的不在场证明，所以调查完之后就被释放了。不过案发半年后，吴世仁以身体不适为由出国调养，直到近期又以慈善家的身份重新回国。王猛经历了那件事之后，他就有了心理阴影，被调回公司坐班了。张队，小李说你要重启对吴世仁和王猛的调查。壮壮，等爸爸下班呢。旧厂街案已经确定嫌疑人为女性，为什么现在又转向男性了？你发现什么新线索了吗？如果现在说出壮壮的能力，不排除泄密的可能，到时候壮壮会有危险。我就是觉得我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错了。所以没有证据你就转换新的方向吗？证据这不是要查吗？不查怎么有证据？张张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胡来呢？如果凭着第6感觉去查案，到时一无所获，谁来负责？那我们按照之前的方向查下去，就有结果了吗？这个案子，警局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查了整整20年，嫌疑人呢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？张队，如果嫌疑人真的在他们之中，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很难申请到抓捕令。盲目审讯，一旦打草惊蛇，嫌疑人有很大概率会立刻逃往无引渡条约的国家，并且我们现在的人力根本就不够分散去调查2个嫌疑人，你最起码得有一个能缩小嫌疑人范围的证据吧？我有线索。壮壮，大人在说事儿，别插嘴啊！我在案件告知书中发现了一处伪证。什么？叔叔们，你们看，这发票上的签名和这确认证据的签名有一点不一样。不一样？有什么问题吗？
这不是一模一样吗？我想当时并没有对笔迹进行鉴定吧？是的，因为更直接的证据已经锁定在了女性嫌疑人身上，人证物证齐全的基础上，我们一般不会对笔迹进行深究。况且，笔迹鉴定也不会100%能鉴定出真假。问题就出现在这里，发票上的签名和这个确认正确的签名看似一模一样，但有2处细微差别。人的行为习惯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，就像发短信，有些人习惯用标点符号，有些人则不习惯。而这位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签名行为，并不符合常理。但签名有时候也会受心情影响。如果那天有什么事情影响到调查人的心情，他因思虑过多，签字时也会一带而过的。是有这种可能，但还有一个证据，这3处签名都是钢笔，而左撇子在签名时往往会出现油墨刮蹭的现象，而这发票上却没有。这是吴世仁的签名。当年吴世仁因为参加饭局，有充足的人证物证啊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要把调查的重心放在吴世仁身上。壮壮说的有道理，发票上的签名经不起推敲，我们完全可以申请司法鉴定，以伪造证据罪重新传唤吴世仁，对他进行审讯。小李，你现在去和司法部门联系一下。是。所有人，动起来！赵队，外面有人自首，说是关于旧厂结案的。什么？我是来自首的。当年旧厂结案的那个发票是我签的，我是公司财务。当年为了尽快找到吴少报销，我擅自模仿了他的签名。后来我听说这张发票作为了物证，我一直很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吴少的声誉，一直良心不安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愿意承担责任。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自首？是谁跟你说了什么吗？没有。人在撒谎之前摇头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瞬间点头的迹象，但是这一位明显没有。而且人在表达一长段陈述时，如果是回忆或思考，说的不会过于顺畅，他也不像在背稿。张队，听说有员工擅自替我签名，给警方添麻烦了，我特意过来配合调查。这个吴世仁太奇怪了，怎么一切都这么赶巧？吴少，好好配合警察。王队，我平时工作比较忙，所以报销的事情都交给助理去处理。没想到这个员工啊，是太糊涂了。如果这件事儿对案件产生了什么误导，我在这里向警方道歉。如果还有什么疑问，我的律师会处理的。员工承认的代签，加上之前的人证，吴世仁不在场证明，看来又要成立。如果员工是撒谎，那审讯的表演堪比影帝。可是吴世仁行迹也太可疑了，案发后出国，又在追诉期即将临近时归国，发现有伪证，却立马又有员工自首。喂，不好，刚传来消息，王某那边申请了海外建工项目，今天晚上就走。怎么会这么巧合？我们必须赶在追诉期截止前锁定真凶。张队，你当年确认嫌疑人是女性，除了生物信息，还有其他的依据吗？当年的案发现场遗留了一枚女士纽扣，我们排查了所有的女性信息，都没有找到匹配的。可以给我看看那枚女士的纽扣吗？说不定能发现线索。就是这个。动手！壮壮，你怎么了？我看到了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找不到匹配的女性了。为什么？找不到的人，除了躲起来，就是遇害了。你看到什么？凶手拿枪逼迫一位女性行凶，而这枚纽扣就是那位女士的。张队，还剩下22小时，我们必须找到那位已遭不测的女士。
关键线索就在他身上。旧厂街的重建项在案发后没多久就停工了，那个女人最后的画面就是被凶手拖走。如果是被灭口，尸体最有可能就藏在废弃工厂里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会以调查不在场证明为由，暂时拖住吴世仁，而王猛是驻地工程助理，金木他手的所有发票的真伪性，我们会以这个理由重新传唤他。但是我们没有足够多的证据之前，最多只能扣他们22个小时。我去申请紧急搜查令，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，不能放弃。一个是贸然赶来配合警局调查旧厂街项目的资方，一个是突然申请出国的旧厂街项目工程助理。这工厂一定藏着和追溯期相关的秘密，绝对不可能会有这么凑巧的事。但是这地方这么大，我们必须要在20小时之内找到线索。这旧厂街藏尸多年不被发现，一定是藏在很隐蔽的地方。我们试着从下水道或者地下室找起。好，你们俩那边是你们那边是你们这边仔细找，是咱们去那边。到底要查多久啊？你们已经无缘无故扣留我12个小时了。同志，你们都扣留我1晚上了，我一宿没合眼，今天还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议要开啊，王副队。我今晚还要赶着出国赶项目呢。战队有骨头！就是这条连衣裙。张队 ，DNA 已经提取好了，但是匹配需要时间，至少需要4个小时才能拿到结果。让检验科再快点。好的。即便 DNA 匹配成功了，也只能证明这具女尸跟娜娜案有关系。我们务必要在4小时之内搞清楚这具尸体和凶手之间的关系，要不然扣留时间一过，他们就像之前一样逃窜到海外去。让我想想，法医鉴定中最难提供信息的就是白骨本身，而一具骨还能交代的故事，往往藏在周边的物件中。对，发票，发票上有时间、地点。被害人被真凶胁迫，开车通过高速路口，而通过闸机的时间是娜娜遇害后的2个小时。监控，只要拿到缴费时的监控，我们就可以锁定真凶。立刻联系静海高速交警，让他们务必在4小时之内找到案发时的监控录像。吴世仁、王猛，到底谁会是凶手？壮壮呢？小张带他去做作业去了。你听说了吗？娜娜案重新锁定嫌疑人了，正在里面审问呢。这追诉期还有10分钟就过，这能抓到嫌疑人吗？我看呐，要是有证据的话，至于把人关20多个小时都不放出来吗？你说什么？凶手找到了吗？凶手找到了吗？凶手找到了是不是？王副队，我看你们根本不是在查我员工的伪证案，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去查旧厂街案的证据吧。我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我就是个普通的工程助理，发票的报销流程我早就忘了。你们没有证据，别当我出国好吗？吴先生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王副队，别把这些时间浪费在我身上，你们最多扣留我24小时。时间到了。时间到，我得走了。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去和我的律师沟通吧。王助理，你不是应该已经在飞机上了吗？没事，配合警方的调查也是应该的吧。海外的项目，赶紧去吧。我这就走。快看，他们下来了！新的话跟上，2个嫌疑人出来了。王副队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是你杀了我女儿！
是你杀了我女儿，是不是你？说话呀！你为什么要杀我女儿？苏晴，苏晴，不对，别欺负上将队，赶不上了。王晓，为什么要放走他们？难道你要让他们白死吗？苏晴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现在没有证据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说凶手已经找到了？节，毕竟旧厂街是我们集团的项目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。好好安抚一下受害者家属的心情。好的脸皮！各位媒体朋友们，这一切都是个误会，鹏海集团已经自证了清白，所以还希望各位媒体朋友们多多正面报道。站住！谁说你们可以走了？这里面的疑点太多，必须逐一厘清。那你详细说说，我们逐一排查。第一，时间点太过巧合了，王某突然申请海外进攻项目，今晚就要出发，而吴世仁偏偏在追溯期临近时归国，一切都围绕着旧厂街，不可能有这么凑巧的事件。第二，这两人的相似度太高了，他们俩无论身高还是体型都几乎一致，而且都是左撇子，这种相似度会不会是刻意为之？第三，下水道的那具无名氏骨骸应该不是在娜娜死后当晚就遇害的，发票只是证明了娜娜案的案发后2小时他们到达了现场，但是不能说明无名氏女性也是在当天死亡的，死亡时间应该和娜娜案至少相差1个月左右。至于为什么凶手只费心藏匿无名氏的骨骸，却对娜娜的尸体弃之不顾，也值得深究，这不符合凶手的行为逻辑。第四点，这具骨骸到底有没有人报过失踪？如果是失踪人，通过头骨复原，应该可以更快地锁定证据。这些都是关键突破口。回去之后，我会分派警力，重点排查这几个疑点。不过你为什么认为2人遇害时间有时间跨度呢？因为对于命案的排查范围，通常会扩大到整个街道，并持续3到4周。如果这具无名氏女尸是在被胁迫当晚就遇害，按照现在的尸体发现地点，警方和警犬没有追查不到的理由。可以啊，看来这么多年你没少和你爹学习啊，我还以为你只会靠单纯的超能力推测呢。如果案件能破，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会明白。站住！谁说你们可以走了？让！厂长，快过来！爸妈，你们放心，凶手就在这人群中间。哎，这孩子话不乱讲啊，这没凭没据的，你这不污蔑人吗？这是你们的孩子吗？我理解你们受害者家属的心情，但是我绝不允许在没有任何证据，而且当着这么多媒体的情况下，污蔑我鹏海集团的任何人。我当事人吴世仁先生身份高贵，声誉优良。如果这位小朋友及其监护人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，执意恶意指控鹏海集团的相关人员，我司将依法追究其诽谤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对其监护人采取法律措施。小朋友，你是找到了肖娜娜案的凶手吗？找到了。那你有证据能证明
谁是凶手吗？我没有直接证据。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小朋友，这可不是陪你玩过家家的地方。家长怎么不管孩子啊？彭海这人是能随便污蔑的吗？这是要法律责任的。就是啊，说得对，没错。谁和你们说我要找肖娜娜案的凶手了？没有就让我走，这追诉期都过了，你们没有证据，没资格扣着我。张队，我可没有时间陪这个小孩在这玩什么侦探游戏。我知道，您是大忙人。我们确实没有锁定娜娜案的直接证据，但是我没污蔑任何人。别再故弄玄虚了。肖娜娜案的追诉期确实已过，但旧场街又发生了另一桩杀人案，而你们两人其中有人和死者存在高度关联，并且证据十分明确。这是从死者口袋里掏出的高速路口发票，根据监控的录像，清晰地记录了与被害人同行的人，而这个人就是你。吴世仁，根据旧场街女尸的最新线索，我将依法对你进行传唤，请配合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。你们警察没有确定的证据，不能逮捕我的当事人。王猛先生，你与嫌疑人吴世仁关联密切，且作案嫌疑重大，需以调查人的身份随我们回警局配合传唤，不得擅自离开。你这是滥用职权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可以随便抓人吗？是不是滥用职权？法律会告诉你。我们已经正式成立旧场街连环杀人事件专案组，新案件将重新计算追诉期，事后我们将对其依法进行调查。现在开始，追诉期重启。律师大人，您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你们铐上！吴世仁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赶紧交代。你保持沉默是想对抗组织吗？我就是个跑腿的，只是旧场街项目的一个工程助理，跟杀人案没有关系。你们赶紧放我走！吴世仁，你的犯罪证据我们已经悉数调查过了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不要以为你一言不发了就可以抵抗过去，别耽误我飞机赶项目呢！啊，接下来快进。吴世仁，你确定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小李在审讯室对付吴世仁他们，我们得尽快查出这具无名尸的身份，这样才能从他嘴里面套出来更多有用的信息。张队，你怎么让小孩子进这地方？这个年龄段正是玩闹的时候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我没有玩闹，我熟悉这里，也熟悉整个流程，说不定我比你懂得还多。哼，你这小孩子怎么说话呢？小杰，你放心吧，他不会搞破坏。我时间紧急，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吧。这是法医室，不是他家。现在面临的棘手的问题有很多，这具尸骨已经15年了，需要调查的问题有很多，他在这儿会耽误事儿的。我没有胡闹，而且我已经确认了这具骨骸的身份了。就你，你找到这具骸骨的身份了？现在连技术团队都没办法将它复原，你找到了？你看这块右侧臼齿，明显比其他牙齿低矮，而且门齿表面有清晰的蛛网状裂痕。确实如此，这块臼齿磨损程度也与其他牙齿不同。这就说明死者生前长期存在偏侧咀嚼的习惯，大概率是因为口腔内有病灶，比如蛀牙、牙周病，导致他只能用另一侧牙齿咀嚼，而经济拮据的状况让他无力承担治疗费用，只能一直忍受。真的有蛀牙？门齿上的蛛网状裂痕是长期咬硬物造成的，只有2种可能：要么死者从事体力劳动，需要经常用牙齿辅助；要么他长期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，有咬硬物的习惯来缓解压力。你只是个孩子，怎么这么快就判断出来？而且细节分析得如此到位，你还真是个刑侦天才。小杰啊，那剩下的就拜托你了，我和壮壮再去看看其他物证。从之前触碰物证袋、脑海闪回画面来看，这名女子身着连衣裙，举止神态并不像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，所以我推测她应该是从偏远山村到城市来务工的女性，经济条件困难，
而且和家属关系不好，所以失踪后才没有亲属多次求警局找人。技术科那边已经开始着手做头骨复原了，估计结果马上就出来了。我建议排查近几年的外来务工人员，尤其是来自偏远山村与家人有矛盾的女性，缩小排查范围。找到被害人信息了，走，你去看看。到底什么样的遭遇，让他神情如此被伤？现在需要把它放到失踪人口的对比库中，应该还能找到相关的身份信息。嘿，出来了，张队，失踪库中有这个人。你们看，有个叫李芬的女性，之前从西部山村来我市打工，后来突然失踪。他们厂的老板也曾来我们这里报过案。根据笔录显示，我们也曾经联系过他的家人，但他的家人因为孩子太多，对这个女儿也是不管不问。虽然登记照和复原图有差距，但面部轮廓和五官特征都极其吻合，尤其是眉骨和颧骨的形状几乎一模一样。你现在带人再调查一下李芬的身世，我去案发现场再看一看。是。李芬的尸体是在下水道发现的，但这里并没有出现任何火药痕迹，这里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凶手竟然能将尸体藏匿得这么隐蔽，说明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。第一案发现场大概率就在这座废弃工厂内。那我们再找一找，看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张队，你看这里。你看这枚子弹，这就是关键证据。子弹的膛线数据就相当于枪的指纹，每把枪发射出的子弹膛线数据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只要找到这个子弹的膛线数据，就可以锁定对应的枪支型号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回警局，全力展开弹道检测，尽快找到与枪支匹配的型号。走。这枚子弹是科克洛17手枪发射的，膛线痕迹与科克洛17的标准痕迹完全一致。辛苦了。好的。我就知道。怎么了？从之前触碰李芬的纽扣时闪回的画面来看，凶手就是这把格洛克17。枪身的形状和尺寸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吴世仁现在就赌我们没有直接证据，所以才敢一直保持沉默。现在调查格洛克17的购买记录，重点排查吴世仁的信息，找出他就是这把枪主人的线索，他的防线就不攻自破了。小李，立刻调取全市格洛克17手枪的购买记录和吴世仁的身份信息做对比，还有他购买时间的细节，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这把手枪的匹配信息。是。战队，找到了！吴世仁曾在一家合法的枪支俱乐部购买过一把格洛克17手枪，登记信息完整，购买人、枪支编号都有明确的记录，并且这把枪的编号对应的膛线数据与案发现场的子弹完全匹配。立刻向检察院申请搜查令，现在就去吴世仁家，一定要找到这把最关键的手枪。是，走。那把手枪肯定在这个房子里，今天给我分头找，仔细找。你们两个去那边。是。你们俩那边。是。剩下的跟我来。
就是这把格洛克17。怎么样？枪身上的指纹就是无视人的，并且枪支的膛线痕迹与现场的子弹完全一致。这把枪就是杀害李芬的凶器。我知道了。这些画怎么这么不对劲？画风诡异，内容隐晦，而且画中的工厂背景与旧厂街的废弃工厂高度相似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诡异的装饰画呢？吴世仁，这把手枪是你的吗？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了那枚子弹，匹配的弹检痕迹，说说吧。这把枪的确是我的，不过这把枪之前弄丢了。至于谁捡到这把枪，干了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你们总不能因为这把枪之前是我的，就认定我是杀人凶手吧？丢了？那你书房暗格的钥匙为什么还挂在你的钥匙串上？而且暗格内干净整洁，明显经常有人打理。你既然把枪都丢了，为什么还要刻意维护暗格？张队，我想请问，这位小朋友是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话？你们局里这么多人，靠一个小孩在推动案情啊？啊！我们警察办案不需要人操心，你就告诉我，枪是不是你开的，人是不是你杀的？人是我杀的，怎么样？满意了吗？啊？记者，吴世仁的认罪太过仓促，眼神中没有丝毫的悔意，反而透着一股刻意而为之的决绝。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作案动机是什么？作案过程是怎么样的？我就是想杀他，没有任何理由。你们不是能查吗？查呀！既然你愿意，我就好好陪他玩这场侦探游戏。他怎么突然认罪了？那你就好好在这待着。我觉得这个吴世仁可能不是激情杀人这么简单。我觉得这个吴世仁可能不是激情杀人这么简单。你又想到什么了吗？我刚才仔细观察了李芬的头骨照片，弹孔正好命中脑干，一枪致命，而且弹道轨迹非常精准，没有丝毫偏差。这难道不是说明了他枪法准吗？这不仅是他枪法准的问题，脑干是人体的生命中枢，负责控制呼吸、心跳等基本的生命体征，而且位置隐蔽，体积很小。想要一枪精准命中脑干，叫受害者当场死亡，几乎只有上过战场或者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够做到。但是，一旦是脑干以外的其他地方被射穿，其实人只会失去意识，并不会死亡。当年甲级战犯西条软基就是因为开枪自杀时没有找准核心部位，自杀失败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在李芬的尸体上并没有找到其他弹孔伤痕，而且在现场也没有找到其他膛线痕迹。吴世仁是个企业家，平时养尊处优，他怎么可能有这么精准的杀人技巧？你要说他枪法准，平时确实在俱乐部可以练习，但是他能一枪找到被害人的脑干的位置，这绝对不是凑巧可以解释。他这么突然承认罪行，本身就很可疑，加上他是一击毙命的技巧，背后肯定有人教他，或者他根本就不是主谋，只是个执行者，而且他藏了李芬的尸体，却没有藏娜娜的尸体，这完全不符合激情杀人的做法。如果他是单独作案，作案手法应该保持一致，不可能出现这种明显的差距。他突然认罪，很有可能是在替人顶罪，想要掩护背后真正的主谋。
安娜女神秽土重生，安娜女神秽土重生。张叔，把你的手机借我一下，我要给我爸打个电话。这么着急？哎，喂，爸。喂，壮壮，怎么是你啊？我今天找你有一件事情，你之前是不是办过一个邪教案？有没有提到过安娜女神？啊，对，20年前我在 A 市办过一次邪教案，他们信奉的女神正是这个安娜女神。他们教义说，女神在污浊的秽土中陨灭，他们信徒通过祭祀能让这个女神在1个月后重生。重生的女神呢，会因这个慈悲之心，这个毁灭肉体，然后将这个秽土净化成圣洁。壮壮，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我在吴世仁家的挂画里发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的文字和你说的教义完全吻合，而且背景和旧厂街废弃工厂高度相似，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所谓的秽土。爸爸，你看这个纸条，上面的字迹虽然说可以模仿了印刷体，但是笔画走势和当年邪教宣传品上的字迹有几分相似。的确很像。这个邪教组织啊，非常隐蔽。当年我们在捣毁他们的据点时，这个头目一直都在逃，一直都没有落网。没想到他们现在又开始出来活动了，而且他们把目标瞄准了旧厂街。画中的女性应该就是他们所谓的圣女。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残忍的猜测。儿子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是说娜娜和李芬很可能是被他们选中的献祭者。现在无法排除娜娜被害和邪教报复的关联。当年我追查这个案子的时候，触碰了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头目一直在外逃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报复才做出这些残忍的事情。您看，旧厂街的核心位置就是这座废弃工厂，这个典籍里提到秽土的核心位置描述的完全一致。我当年追查这个邪教案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们邪教组织一直在寻找秽土，想要通过秽土来净化圣洁。我觉得他们一定是选中了旧厂街的地理位置和环境，从而制作出这个拆迁计划。娜娜的死亡时间是20年前，正好是邪教寻找秽土的关键时期。他们选中娜娜作为陨落圣女进行第1次献祭，1个月后，李芬遇害，作为重生圣女进行第2次献祭。2次献祭后，他们就以为这片秽土能开启所谓的圣境。吴世仁在追溯期临近时，不顾生死冒险归国，恐怕就是为了重启这个计划。没错，吴世仁的鹏海集团主导了旧厂街的拆迁重建项目，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幌子，他们是打着拆迁重建的项目，实际上是为了推展圣境的建设。李芬的第1案发现场是废弃工厂的中心点，正好符合重生圣女献祭地，而娜娜是在废弃工厂周边的杂草丛遇害的，这与陨落圣女完全符合献祭地。这个邪教组织计划非常周密，从拆迁重建到献祭仪式，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的，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邪教的头目，从而彻底捣毁他们的邪教组织。这么看来，吴世仁只是个执行者，背后的头目另有其人。现在吴世仁想一个人担下所有事情，我们只能从另一个人身上下手了。你是说王猛？是的，他们2个身形相似，而且在旧厂街废弃工厂重建项目中担任过工程助理，对周围的环境极其熟悉，有很大的作案便利。行，现在我去申请 A 市邪教案和旧厂街的联合杀人案并案，这些是邪教案的所有卷宗，希望对你们能有帮助。好，除了调查王猛，我们还要进一步锁定一下他们的老巢。我已经让技术部现在去调查吴世仁的通话记录和资金往来，我相信他总有百密一疏的时候。张队，吴世仁的信息已经调出来了，有处偏僻的仓库非常可疑，疑似是邪教据点。教主降临，圣境开启。教主降临，圣境开启。教主降临，圣境开启。不许动，双手抱教主降临，圣境开启。
教主降临，圣境开启。走火入魔了啊！我拿枪都没反应。大人，我们只是普通市民，是参加活动，为什么要抓我们啊？张队，你看这个，这典籍里面多次提到教主亲临圣境开启，教主是谁？他平常怎么跟你们联系的？我们真的不知道教主是谁，平常都是一个叫王猛的人来传达命令。他说他是教主身边的亲信，负责操办所有活动。王猛平时怎么跟你们联系的？他有没有说过教主的什么事儿？说话！他平时都是通过网络电话联系我们，网络电话是虚拟电话，查不到来源。他也不会告诉我们教主的任何信息，只让我们服从安排。他说等圣境开启后，我们就能见到教主。张队，看那个，时间和地点正好匹配上。娜娜死后1个月，李芬遇害，正好符合教义说的月余重生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我们只是小喽啰而已，平时负责宣传和打杂的。教主就是从来没露过面，我们根本没见过他的真面目，只知道吴世仁是教会的长老，是他负责执行献祭任务。王猛是教主的贴身助理，所有命令都是他传达的。王猛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教主的特征，或者是教主的名字？这不是没什么具体特征啊。但是王猛说过，教主一直在人间，他是芸众生，他是普通大众的芸众生之一，他在等待圣境开启的那一天。立刻加大对王猛的调查力度，重点排查他的资金往来、行踪轨迹和社会关系，也要查一查他跟那些邪教成员是怎么联系的。我怀疑这个邪教教主就是王猛，他只是拿助理的身份打掩护罢了。是，带走。走。审得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什么邪教。你既然说你不知道邪教，那这条手链上为什么会有安娜女神的符号？这怎么来的？放手！吴世仁，这个献祭流程图是在邪教教会找的吗？这上面的字迹是不是你写的？不是我写的，我没见过这个。这上面的字迹和图片上的字迹完全吻合，而且这张纸头是从你家的挂画里发现的，这些你怎么解释？我们已经对比过了，这2张图上面的字迹虽然有刻意模仿过的痕迹，但是笔画顺序、运笔手法都和你的签名相似的奇怪，而且这张纸上有你的指纹，这是你躲不掉的证据。我只是个执行者，一切都是按照命令来的，我没有选择权。谁的命令？是不是王猛？他是不是邪教的教主？这个是在吴世仁住所的保险柜里头找到的。这个隐藏的账本上详细记录了大量的资金流入和流出，流入的资金来自全国各地，标注着信徒捐赠，而流出的资金则大多指向了王猛的私人银行账户，标注着圣境建设投资经费等。看来这个王猛才是幕后主使，吴世仁应该只是他的棋子吧。这个案子涉嫌金额巨大，证明他们背后的邪教势力不小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捣毁他们的邪教组织。张队，试试那条手链上的牌子和招口正好匹配。张叔，你看这个。削弱海回我教会，死不足惜；杀妻女献祭，
以报血海深仇。旧场街乃天赐秽土，献祭双圣女，圣境可成，我将主宰一切。证据确凿，变无可变，立刻回警局，对王某进行突审。王某，你挺会藏啊，喜欢玩灯下黑是吧？你把这个钥匙做成手链的样子，要不是上面有安娜女神的标记，我们还差点被你给唬住了。这个名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你就是邪教教主，还有这个日记本里详细地记录着你杀人的过程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这些都是伪造的，有人要陷害我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助理，怎么就邪教教主了？陷害你，陷害你！仪式用品上全是你的指纹，而且邪教书上的字迹也和你当年写的字迹完全一致。这些你怎么解释？知道自己暴力，撒谎都不打草稿了？萧如海，都怪萧如海！闭嘴！这审讯室谁让你污蔑警察的？要不是萧如海毁了我的组织，我能在这里躲躲藏藏吗？我就想完成一次我的献祭，让所有的人都听从于我，服从我。可是萧若还毁了我的第一个组织，我必须要报复他。我就杀了他的女儿，我要让他知道失去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滋味。不是喜欢毁灭吗？我就毁灭让他看。混蛋！那李芬呢？李芬是我精心挑选的圣女，她的条件还有她的经历完全符合要求，献祭她就可以完成圣境开启仪式。你所谓的圣境，就是建立在2条无辜生命的基础上吗？你利用邪教欺骗信徒，敛取钱财，残害无辜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李芬只是个无辜的打工者，娜娜只是个孝顺的女儿，他们的血汗，在你的眼里就一文不值吗？对，不值。他们的价值，唯一就是代替神意，其他没有什么价值。只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，让所有的人都信仰安娜女神。还有什么要问的，你们尽管问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保留的。娜娜案，吴世仁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，他说他当晚在酒会，这个不在场证明怎么来的？是不是你在从中作梗？亏你们还知道这个证据有问题，我还以为你们要顺着这个线索找下去。可惜呀，棋差一招。是我替他去参加的晚会，吴世仁身形与我相似，脸型也有几分相近，再加上我跟酒会上的几个朋友提前打好招呼，让他们帮我作证，说我就是吴世仁。酒会上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吴世仁，但对他并不熟悉。看到身形相近的我，再加上朋友们帮我作证，自然都认为我就是吴世仁本人，没有任何人怀疑。所以，你是利用了群众的曼德拉效应，大家的从众心理，让当时酒会上的人都觉得吴世仁曾经来过。对，没错。吴世仁应该感谢我跟我如此相似，要不然长老的位置怎么能轮得着他？现在王某已经承认自己是邪教教主，并且交代了替吴世仁参加酒会制造不在场证明。现在我们要拿着王某的说法来审讯吴世仁，突破他的心理防线，
让他交代所有罪行。把他带上来吧。吴世仁，我来给你听个东西。对，没错。吴世仁应该感谢我跟我如此相似，要不然长老的位置怎么能轮得着他？吴世仁身形与我相似，脸型有几分相近，再加上我跟酒会上的几个朋友提前打好招呼，让他们帮我作证，说我就是吴世仁。你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能给我支烟吗？说说吧。没错，王猛是教主，我是邪教的长老。当年我做生意失败，欠下了巨额的债。王猛找到我说，只要我加入邪教，帮他执行献祭任务，他就能帮我还清债务，还能让我当圣境的管理者。我被财富和权力冲昏了头脑，一时糊涂，就答应了。那你详细说一说杀害娜娜和李芬的全部作案过程。20年前，王猛说萧如海的女儿萧娜娜是女若圣女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旧厂街门口看见了萧娜娜，她一个人，好像是去买药的。萧娜娜平时很少一个人出行，我觉得机不可失，就选择了动手。我在旧厂街门口拦住了萧娜娜，按照王猛教我的方法杀了她。我看见萧娜娜倒在地上的时候，我害怕极了。但是我一想到即将有的财富和权利，我觉得值了。王猛不让我毁尸灭迹，说他就想让萧如海看见他女儿的尸体。他说这样就能让萧如海更加痛苦，他就想报复萧如海。那李芬呢？李芬是通过劳务中介找到的。他说李芬符合重生少女的条件。为什么？因为李芬来自偏远的山村，家里经济不好，他跟家里的人关系也不融洽，而且精神压力很大。王猛说，就算他失踪了，警察也不会追查他。献祭他既能完成教会的要求，还能掩盖杀害萧娜娜的罪行，原谅他。然后呢？我们绑架了李芬，到了旧厂街的工厂，让他留下皮肤组织和血液嫁祸于他。1个月后，是我们教会信奉的越狱重生，时机成熟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就用格罗格17手枪，按照我在教会学习的献祭枪决技巧，对着他的头，啪！我就杀了他。所以说，王猛才是整个事件的主谋，他策划了邪教组织的2起杀人案，而你只是一个执行者，替他杀人，对吗？都是王猛逼我的，他逼我说，如果我不配合他，他就要杀了我的家人。我愿意是我愿意争取宽大处理。那你详细说一说王某的邪教组织是如何运作的，他的资金流向，还有那些邪教组织成员的信息，我们争取给你宽大的处理。所有资金流向我不清楚，好像有人提供的，在专门的账户，我只能负责帮他办一些事情。
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我从来都不觉得打掉这种犯罪组织有什么错。如果重来一遍的话，我依旧会毫不犹豫地打败他。爸爸，别哭了。这个罪犯害了多少人？一定要依法严惩，给受害者还有他们的家人一个交代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已经串联起来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接下来就是将他们移送检察院，提起公诉，让法律制裁他们。张队，我们在王某另一处房产的地下室里找到了一个隐藏的金库，里面存放着数百万的现金、多块名表以及贵重首饰，这些都是信徒的捐款。我们还找到他转移资产的记录，但是有部分资金已经被转移到海外账户了。不能让他把这些非法所得转移出去，必须全部追回，返还给受害者。是，这些钱都是信徒们的血汗钱，有些人信了他的鬼话，倾家荡产。他不仅害了娜娜和柳芬，还毁了无数个家庭。这些就是王猛、吴世仁等人涉嫌故意杀人罪、组织邪教组织、破坏法律实施罪、非法持有枪支罪、诈骗罪等多项罪名，证据确凿，请领导审查。这些证据完整，逻辑清晰，我们会尽快审查，提起公诉。针对邪教组织的特殊性，我们会联合其他相关部门，做好案件的后续处理工作。感谢领导配合我们工作。20年了，这个案子终于快要结案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妈了。姐姐泉下有知，应该会感受到欣慰。正义虽然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接下来，我们要等待法院的判决，看着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，同时还要配合检察院提供必要的帮助。大家最近辛苦了，这个案子查了整整20年，是警局的一块心病，现在终于可以放下了。后续还得肖大队长好好追查一下邪教的残余势力，要确保社会安全才行啊。你这徒弟还给师傅派上活了。走吧。这些资料可以作为案件参考，希望你能为以后类似的案件提供帮助。你想得很周到，这个案件很典型，涉嫌邪教、故意杀人、诈骗等多种罪行，所以整理成册很有必要。终于要开庭了，我们一定要看着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员、审判长入席，带被告人入庭。肃静！庭审开始，请公诉人发言。审判长您好，经过我们长期调查，被告人吴世仁和王猛联合谋害多人，在此期间，王猛作为主谋。我的回答完毕，谢谢。请证人发言。我们在旧城区的下水道中发现一具无名氏骨骸，而这具骨骸的下面有一个男性尸体。我发言完毕。案情十分明朗了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肃静！现在开始宣判。全体起立。被告人王猛犯故意杀人罪、组织邪教组织、破坏法律实施罪、诈骗罪等多项罪名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被告人吴世仁犯故意杀人、
参与邪教组织罪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缓期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宣判完毕，闭庭。哎呀，大快人心啊！好，太好了！就该受到你一掌。娜娜，你看到了吗？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你可以安心了。师母，阿正，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师母，师母旁的做不了，这点心意你得收下。使不得，师母。阿正，收下吧，这是你师母的一片心意。哎，你这干什么？师父，这么多年，感谢你的栽培，我也算在你退休之前把这个案子给破了。我的好徒弟啊，你终于是出师了，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。不用谢我，要谢还得谢谢壮壮。这个案子的告破，离不开他专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线索。你可是我们这的小功臣。没有张队的信任，没有其他叔叔阿姨的配合，我也不可能发挥作用。哎呀，我这个儿子啊，终于是长大了，不光聪明伶俐，还勇气可嘉。剩下那些案子进展都还不错，所以生活慢慢就会进入正轨了。壮壮，我现在代表警局所有人向你发出邀请，你今后就是我们的编外小侦探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哎，姐姐，李芬阿姨，安息吧，正义已经到来。虽然迟到了，从黑衣人把我推下楼后，我重生到了7岁这个时间节点。如果这不是我死前的幻想，那根据蝴蝶效应，未来是不是也改变了？可是如果现在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想，那是不是现实世界里的我已经死了？我既找不到娜娜的真凶，也同样不会知道是谁推我下楼，我该怎么办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案件终于告破了，我们一家人好好庆祝一下。姐姐，你就安息吧，我们一家人以后会好好生活的，绝不会让你担心。这一位敬娜娜，敬所有的受害者，也敬我们自己。20年了，终于等来了真相大白的这一天。敬娜娜，愿娜娜在天堂没有痛苦。判决结果下来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放下心里的包袱，好好活着。以后咱们一家人啊，再也不用被过去的阴影所困扰。我们要怀着对娜娜的敬意和祝福，勇敢快乐地活下去。在我20多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因为娜娜案一直没能告破，带着这份遗憾永远离开。张队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纪。如果这一次是真的，二儿子那个时间里，现在应该也是带着圆满和娜娜见面了吧？来，吃饭，快吃。等旧厂街的公园建好了，我们可以经常去那里散步。那是娜娜出事的地方，但也是正义得到伸张的地方。以后也会成为我们纪念娜娜的地方。我想在公园里为姐姐和李芬阿姨立一个纪念碑，纪念他们，以警示后人远离邪教。你这个想法很好啊！以后啊，公园里会有绿树、鲜花，还有健身器械，这将成为市民们最好休闲娱乐的地方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壮壮，跟你姐姐打个招呼，早点去休息。爸爸妈妈晚安。姐姐，在这个时空的你，在天堂也能稍微欣慰一些。
可我多希望所有时空的你都能如此欣慰。我甚至说，希望凶案永远不要发生，该多好！可我们毕竟是人民公仆的孩子。快去叫一声，5号床有动静了。谁在说话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不是在家睡觉吗？我这是穿回到哪儿了？肖先生，你可算是醒了。你昏了1个多月，可真是把我们吓死了。1个月？我不是放寒假在家睡觉吗？你不记得了？也对，你现在有脑震荡的可能性，你是被人从高楼上推下去的。幸好啊，中途广告牌和楼下有垃圾车给你做了缓冲，你这才保住了这一条命。但你身上还是有多处骨折和软组织挫伤。这1个月以来，你都是以昏迷状态来接受我们治疗的。所以我现在是30岁，依旧是被人捅了刀子推下楼的状态。是的呀，肖先生。原来我不是穿越回了过去，而是穿越到了平行世界。那个世界的故事就会改变了。但我所在的这个世界，案件还没有告破，寂静的冤屈没有伸张。根据追诉期的规定，法律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或死刑的，追诉期限为20年。如果该案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，即便过了追诉时效，依旧可以申请最高检察院核准。我必须立刻找到证据。他们把我推下楼，说明已经起疑心了。哎，先生，你还不能起床，你的身体还需要休养。但是你放心，外面呀已经在调查推你的人了，我相信一定很快就能抓到凶手的。我没有事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哎，先生，喂，张队，我是壮壮，我醒了，我知道凶手是谁，是王猛和吴世仁，他们是邪教组织的成员，我知道所有的线索，我们必须尽快抓住他们，为受害者伸张正义。壮壮，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？我知道你的事了，叔叔一定会帮你调查清楚是谁推了你，我都会过去啊。不是张叔，我现在身体没事，我要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要说的是，我知道40年前娜娜案的凶手是谁了，找到他们，很快就能锁定推我的凶手是谁了。你在病房等我，我现在过去，小心你身边的人，现在很危险。肖先生，请您放心，我呀是警方派来的医护人员，是专门来保护您的安全的。我想张队的意思啊，是让你好好的待在病房，毕竟还没有抓到凶手，外面啊危险的很呢。不好意思，错怪你了。肖先生，那您就先好好休息，我就先去找医生了。以前张叔叔雷厉风行，做事干净利落，现在却多了那么多的不如意。怎么了？来了又不说话。我知道当年娜娜案的凶手是谁了，是真的。你有线索了？就常见娜娜案不是单独的无差别杀人案，而是经过策划的连环杀人案之一。连环杀人案，这就是你被推下楼的原因。如果我现在和张队说我穿越时空并有了超能力，以他现在的态度，肯定会怀疑我的脑子摔坏了。张叔，我在被凶手推下楼之前，已经查出了很多的细节。我在想，应该是我在叫人查到了他们，所以他们把我推下了楼。你接着说。纠场街项目和邪教势力挂钩，你们当初锁定的2个男性嫌疑人就是凶手。王猛是教主，吴世仁是执行者。他们为了报复我爸当年捣毁邪教组织，杀害了娜娜姐，同样遇害的还有一名叫李芬的打工者，前后时间大概1个月。他们的作案手法、藏尸地点、关键证据我都知道。好了，壮壮，你先好好养伤，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张叔，我没有在开玩笑。既然他们可以在我重启调查的时候把我推下楼，那他们同样也可以销毁证据。张叔，你都说了，这既然是一个悬案，那你为什么不愿意选择相信我，赌一把？我一开始确实以为你脑子摔坏了，但是现在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也不无道理啊。张叔，你们当年追查娜娜案的时候，是不是因为被害者的身上提取不到属于娜娜的女性 DNA， 所以就把方向往女性嫌疑人身上排查？没错。同时，你们锁定了2个男性嫌疑人，一个王猛，一个吴世仁，
随着女性 DNA 的出现，以及他们的不在场证明，在审讯完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张叔，你现在马上去安排队里的同志查一下吴世仁当时发票签名的真假，还有当时给吴世仁做不在场证明的那个人，看他，如果他还在世的话。小李，现在重新展开对王某和吴世仁的调查工作。另外，你去鉴定中心查一下当年的发票签名是不是有假。张队，经过初步调查，您刚刚叙述基本属实，发票确实有假。现在你愿意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，张叔？我现在就去申请搜查令，对王某和吴世仁的住所以及办公地点进行详细搜查。另外，我会派人盯住他，防止他们逃跑。张队，这不是一起单纯的杀人案，而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还有一名被害人李芬，她的尸体被藏在当年废弃工厂的遗址的下水道中。同时，你们去吴世仁家中的书房暗格，里面藏着一把格洛克17手枪，那是杀害李芬的凶器。还有他们仓库有一个暗门，里面藏着仪式用品和成员名单日记，这些都是关键的证据。不对，不对，有地方错了。死老子快想！不要伤害自己。我刚才给他的信息已经全部过时了，这个时空没有改变结果。当年旧厂街废弃工厂重建，早在2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，那早就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圣境。那些遗骸不会遗留在下水道里。什么意思啊？王猛是一个仪式感极强的人，他不会随意丢弃销毁那具遗骨，这是他成为教主最主要的依据。即便他的最终目的是敛财，但如果他毁了圣物，就会在教堂那边失去威望。这个庞大的组织早就不以王猛的意志在运作了，这是一群对教义信条有着自我理解的群众。他们现在愿意奉王猛为首，只是因为王猛没有暴露他的真面目，所以李芬作为圣母的遗骸很有可能会被保存并展示出来。张队，你现在有旧厂街的地图吗？这儿。果然，他们把废弃工厂的那块地改为了疗养院，这还真的符合他们的教义：神女净化，秽土变成圣境。你的意思是，王猛把这个地方改成疗养院之后，他就一直在这里面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？对，他们在这个疗养院表面上是灵修净化心灵，但实际上是以王猛为首的邪教组织。这个地方是他们骗钱敛财的地方。张队，你是否愿意相信我一次，就像那个时空一样？你说。你现在去疗养院最中心的这个大厅，这里面一定放着李芬的遗骸，你们可以用伪证罪对他们进行合法搜查。同时，你们去吴世仁家中找到那把格洛克17手枪，虽然案发现场的膛下痕迹已经没有了，但是李芬头骨里的弹孔可以通过鉴定锁定子弹的相关型号。同时，决定他们真正生死是那个记着所有人犯罪活动的本子，他现在要么放在王猛家里，要么还是放在疗养院中。好，现在就去。我也跟你一起去。这位先生，这里没有预约，不给进。里面是紧急会所，请离开。紧急会所？你们这里头干的什么勾当？但我不知道是不是？请离开，这是第2次警告。看清楚，搜查令！我们现在以旧厂街娜娜案伪证罪为由，要重新调查王猛和吴世仁。搜查令，不给进就是不给进，走！你们要找王老板，去2楼。这是1楼的会议大厅，要找他去2楼。你，张队，你是执法人员，要秉公办案。你到底站哪边的？但是我不是，我只是一个被人捅了一刀掉下楼的病号。但是我现在知道，伤害我的人就在这儿，所以我要进去闹事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要闯进去，快拦着我吧！伤害我的人就在这儿，我要找他讨一个公道。先生，不能闹事啊！走，让开让开，别妨碍公务。他们已经被洗脑了，估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修行的意义是什么。这些人已经变成王猛敛财的工具了，跟行尸走肉没有任何区别。
善良的人，你们来此地做什么？是哪位天神派你们来的？我们是来逮捕你的，老先生。这里是神圣的地方，你们不是神女的人，不能擅自闯入，否则神罚会降在你们中间。哼，我们之前见过，别来无恙了。我们不仅见过，你还欠我们一份很大的债。周楚除三害的故事你都听说过吧？他会开枪放你们一马，我可不会。全部双手抱头蹲下，配合警察调查。蹲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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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好了。耶，双手抱头，把王猛带走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吴氏的手枪已经被查获了，而且在王猛家也发现了供奉台。现在把他们带回去，一定会有收获。张爽，可是你随便乱开枪，真的不怕上面查吗？周壮，我都快退休了，提前退休2年也没事。再说，这个案子我查了整整40年，我一定要亲手把它审出来。走，审犯人。吴世仁，你家书房暗格里藏着的格洛特17手枪，枪身上有你的指纹，子弹弹痕和李芬头骨上的弹痕完全匹配。王某，你家地下密室藏着的日记，上面详细记录了你们杀害李芬和娜娜的全部过程，成员名单上有你们的签字，这些证据都能够证明你们的罪行。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呀！有人陷害我们，带走。有人想陷害你，你们先看看自己能不能撑过囚徒困境吧。你这都坐1晚上了，还是一句话不说，你是不是觉得什么都不交代就没事？吴世仁就在这里，你觉得他还能撑多久？好，那我们陪你耗着。上一次来教堂，吴世仁看着十分难过，却在发现自己身处危险后，第一个主动认罪，并愿意详细交代细节。而王某，除非有非常充足的证据，否则很难撬开他的罪。所以，想让他们快速认罪，最主要的是先找到那个胆小的人，那个人也就是吴世仁。可惜了，可惜你这份兄弟情谊糟蹋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还想继续替王猛隐瞒吗？王猛已经全部交代了，他说你是主谋，是你策划杀害了娜娜和李芬，他只是被胁迫。他现在已经主动交代，争取宽大处理，你还要顽抗到底？你好好看看，你是不是还没见过王猛签字？怎么，还不想主动交代？王猛已经交出了你们邪教的资金流水，上面全是你的签字。你现在主动交代，还能算你自首，否则等待你就是立即执行死刑。就想用这套假的伪证诈我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可惜了，不是，这次和你对峙，不光是现在，还有7岁的男子侦破此案。我能拿到的线索，即使这个世界有没有，但不代表他并不存在。那你猜猜，王猛还跟我们说了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他说你胁迫李芬去伪造娜娜被害现场那一次，他偷偷的从李芬的口袋里拿走了静海高速发票，那张发票可以调出时间和监控，说不定就拍到了。你现在是不是在想，怎么会有高速发票这种东西？在你胁迫李芬的那一天，走的是不是静海高速？好啊，王猛，亏我这么相信你，没想到
你还私自留着我的把柄。除了发票，他还说了，他要阻止你进行圣女重生的计划，但是你对此计划有着近乎变态的指控，所以你准备把他赶到海外，去准备其他的项目，好支开他。他放屁！明明是他对那份计划狂热和执着的。注意你的态度。吴先生，他都说了这么多秘密，你还要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替他保守秘密？你现在如果能主动承认王猛是主谋，并且交代案件的细节，我们可以向检察院申请对你从轻处罚。你想想，王猛把你当作棋子，你何必为他扛下所有的罪责？我现在交代一切，还算是主动自首吗？那你得实话实说才行。吴世仁在隔壁人都招了，他说这个邪教，你是组织者，他只是一个执行者，而且他还给我提供了当年你们的通话录音。你觉得你现在不说话还有用？这个叛徒，明明是他自愿加入的，现在反过来倒打一耙。行了，谁是主谋，证据说了算啊！吴世仁已经协助我们警方找到了你那个邪教仪式的录像，如果你现在还是什么都不说，那到最后所有的罪得你一个人来扛。吴先生，你交代吧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如果我先听到王猛坦白的话，那么减刑的机会我只能交给王猛了。我全说，是王猛让我杀的人。当年他找到我，说萧如海毁了他的教会，让我杀了萧娜娜作为报复。李芬也是他选的。他说李芬符合圣女的条件，让我胁迫李芬留下她的生物痕迹，然后再根据重生计划的时间枪杀了她。因为你调取资料，重新彻查萧娜娜案，被他知道了，所以他联系教会的信徒，想杀你灭口。张队，进来。张队，这是吴世仁的录音。好，来，听一段录音。是王猛让我杀的人。当年他找到我，说萧如海毁了他的教会，让我杀了萧娜娜作为报复。李芬也是他选的。这个见利忘义的小人，我当初分了他那么多钱。看这儿，吴世仁已经把他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了。你要是现在肯说，我还可以向上边给你申请一个宽大的机会，要不然就你犯这些罪，都够枪毙了10回。我也说，吴世仁是自愿加入邪教的。当年他做生意失败，是我帮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所以他答应我帮我做任何事情。娜娜案不在现场的证明也是我帮他做的。我替他出席的酒会，故意让别人误以为是他。还有，李芬的尸体也是我告诉他让他藏起来的，是我教他如何精准命中脑干的。这都招了。小人，明明是你蛊惑的我。彼此，见利忘义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走。这个案子终于要画句号了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员、审判长入庭，带被告人入庭。就是他们两个，真畜生！被告人王猛犯故意杀人罪、组织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、诈骗罪等多项罪名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吴世仁犯故意杀人罪、参加邪教组织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缓期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其他邪教组织成员根据罪行轻重，判处相应刑罚。闭庭。好，
终于将他们绳之以法。不管是7岁临近追溯期的娜娜案，还是尘封40年的娜娜案，我都为家人交出了满意的答案。爸妈，你们在这个世界可以安稳的闭眼了。姐姐、李芬阿姨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我这都快退休的人了，没想到原本这个心结永远都解不开了，没想到竟然就这么成了。张叔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当初选择相信我？你就不怕我说的是假的怎么办？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，如果是肖壮壮的话，我应该选择相信他。可能这就叫心有灵犀吧。也对，7岁那年我选择相信你，才把我拥有超能力的事情告诉你。我当时还在想，如果案子破了，我就把我这神奇的经历全部告诉你。结果这寒假还没过完，我就在病床上醒了。超能力？说什么乱七八糟？没事没事，我瞎说呢。你是不是脑震荡还没恢复啊？叔现在带你去医院。哦，我没事说。哎，我伤好了。走，哎，我好了说，再说。爸妈，姐，我回来了。邪教组织已经被彻底捣毁，案件也已经彻底告破，凶手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念力救了我，才能让我回到7岁那年找到凶手，甚至我被凶手推下高楼还能活着，还带着平行世界的线索探破悬案。姐，对不起，让你等了那么久。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，会好好的生活，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医，为更多的受害者伸张正义。爸妈，我回到7岁那年又见到你们，对不起，没能让你们在生前见到正义被实现的那一天，但我知道你们在天堂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。爸妈，我会记住你们的教诲，坚守正义，帮助他人，因为我是人民公仆的儿子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您是肖法医吗？我们这边发生了命案，需要您的协助。